都可以的。今天就准备用中文，因为那 Martina 想秀一下。这个是我的考试吧。好，那我们开始。OK。欢迎嘉佩参加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在黑 China 用中文，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你。我知道你的英文非常棒的，比我的中文好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用中文。可能你先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公司，然后你的 VC Involve 集团，在中文应该是溯源旅行。你们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介绍一下。溯源一心呢，我之前在这个有一个原先黑石集团亚洲的这个创始团队叫新丰天域工作，在那里工作，我们在那里工作3年之后呢，完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叫特殊目的交易公司，叫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做完这个公司，我们收购了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民营医疗集团。那我们看到就是有一群新的这个基金结构和一群新的对于中国有兴趣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在接下来会有很大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也是我和我的创始人呢都在做这方面的投资和这个也都是圈子里的人。于是呢，做了溯源于心。那溯源于心，想做的事情呢，就是在每年1个月结构一家基金，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呢，发布定期的报告和这个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就是面向这个，它是一个to consumer 的一个生意，然后就是单份报告卖给单点对点的人。然后我们到现在呢，已经结构了3只基金。然后基本上在读我们的这个报告的都是各个基金的合伙人，还有这个董事总经理这个级别的一些比较资深的用户。现在圈子里呢，就是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基金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基金解析有非常多的反馈，然后很多人也在问我们说能不能写这支基金，能不能写那支基金，我们也都会考虑。对，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Alex， 你讲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做这个国外的基金的解析。刚才您提到黑石，你觉得黑石和红杉基金之间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有好几个，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这个专精领域不一样嘛。那黑石其实还是在这个大型的就比较大规模的交易，还有房地产以及这个 private equity 这个私募股权这方面，他们是非常强的这个一个市场角色，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这个私募股权公司之一。然后他们的这个规模和这个全球的这个投资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然后能够覆盖到的不同的这个。我觉得资本结构方面，像他们能够覆盖到的，从这个高收益债权，一直到这个比较这个 junior 的这个股权，他们都能覆盖到，就是黑石的特色嘛，这是一个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那红杉呢？那红杉中国呢？这个不是美国那个红杉中国呢？那个他们也是这个市场上顶尖的这个。可能是也是最棒的一家这个投资机构之一。那他们更加擅长对于中国的这个互联网行业，然后科技方面的这个机会的捕捉。然后他们在中国呢，就是基本上已经做到了一个任何创业者出来，或者任何的这个公司高管出来的这个创业，或者说是想要从不同的方面去支持。他们打造了一个这中国的科技或者互联网行业的这个创业者的这个支持系统，可能是市场上最好的。他们也能从种子轮，刚刚提到种子轮，一直到成长期，甚至是这个 post IPO 在2级市场进行投资，那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在这个市场上，就是可以在中国的科技生态里面翻云覆雨了。但是我觉得中国很多年前，现在不太讲这个了。当然，就是在互联网刚刚创业的时候，我们中国一出个什么东西，就好像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你百度美国的谷歌，对，然后就
这个美团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中国的 Groupon，然后老是我们是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中国很多的私募基金几年前还都在讲，我们想成为中国的黑石。你觉得，我们的基金想成为中国的黑石，到底差在哪儿？还有就是，我觉得像刚才你讲的，中国的红杉实际上是跑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我觉得黑石在未必有红杉成功，你觉得呢？是的，我会觉得我会这样分类啊，就是我觉得整个中国的这个基金行业，它经历了，我觉得会经历了2个阶段吧。一个阶段是2000年，就21世纪初的那个阶段，然后那个阶段主要是有一批这个美国和欧洲的 VC 还有 PE investor 他们进来中国，然后成立了像这个红杉中国啊，像这个 KPCB 中国啊，像这个 NEA 中国。然后还有一群就是在中国的一群本土的机构，像原先是 CICC 的这个中金的这个直接投资部门出来做了这个做了顶辉嘛 CDH，这一波呢，就因为刚刚那会儿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私人投资刚刚放开嘛，所以大家会借鉴相对早期的一个就是会借鉴国外的模式。然后他们比较成功的像跑出来的像高瓴啊，像这个 Hillhouse，像这个 CDH， 像这个各种基金，那他们也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模式的时候，跑出了自己的方式。有在这个资本结构上就是提供人民币的不同解决方案的，也有在这个创业者生态里面去提供自己一个独特的知识系统。这是一批。就是00年到我觉得10年，然后10年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可以叫这个比较用的比较2.0版，2.0版嘛，2.0版，我虽然不会经常用这个词，大家都说，对，那2.0呢，就像是就有一批就是原先已经创业成功的，然后这个 founder turn investor， 就是他们这个创业成功了之后去做投资。还有一批就是从前面提到的机构里面这个自己出来自立门户的这一批基金。那这一批基金呢，在学习了和吸收了这个之前的这些国外投资者们的经验或国外投资机构的经验之后，他们总结出了在中国成功的自己的一套办法。那比如说我见到的就我们自己的这个读者群体里面有只做比如说只做这个企业服务有这种这个区域细分的，还有这种像这个我们只做种子轮或者只做这个 B 到 C 越来越专业化了，是吧？专业化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大家已经过了就是随便学几个或者借鉴几个国外机构就的那个阶段了。对，就不能拍脑袋了嘛，因为就是大家就我感觉就是一个基金嘛，就是募资，然后投资管理，然后退出，就大家对投资已经有很深刻的见解了，就不需要说我要借鉴什么，但是就是在如何就是1、2、3、4、5、6、7、8这种基金能够募资啊，然后怎么把人才留住啊，然后在项目的退出上面如何做管理啊，就是这是大家在现在在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变化，不是吗？然后那个投资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你们公司基本上是在教育行业做投资，不是吗？但是现在可能在这儿也有很多的变化。你们现在在哪儿做投资？然后你在哪儿能看到很好的机会？就其实是我们自己出来，然后有一个这个独特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过去20年中国发生的事情，然后过去70年这个美国和全球这个private market 发生的事情，然后展望接下来中国10年即将发生的在投资市场发生的变化，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比较大的机会，就是已经市场上已经定论的一些东西我们不再想，但是接下来10年会怎么变化呢？需要回头看20年去总结经验。我觉得第二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一批
我们可以叫3.0 VC 3.0也好，就这群人他们可能是更加就背景更加复杂和多元，他们有可能之前没有做过投资，或者是之前是这个一些企业高管，然后他们出来，然后这个一般年龄可能在85，就是他们可能出生在1985到1990年，25岁到30岁之间。对，有一群新的这群人，就是他们不会现在出来，就是后生可畏。对，有一群比较像比较新的，就最近有很多这种非常年轻的基金管理人，33、35岁，或者是我觉得很快就会到27、28岁的这一群人，那他们真的就是，你觉得全球的趋势都是这样的吗？越来越年轻化吗？还是这是一个中国特色？我觉得是中国的，这就是 venture capit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我觉得美国也有，我觉得不是年龄，就是你像看 benchmark， 他们最新有一个 Japan， 他们一个 partner 也是31岁，当然他们这个他在行业里已经待了8年了，我觉得中国这个就是他们之所以这群人会出现呢，就我觉得是有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就之前的这批投资机构，就大家还是就是手里有钱的，像这个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个人呢，他们还是希望继续加注这个私人投资，就是这个 private market 投资的。那除了现有的像 House 像现在这样比较大的机构呢，他们也在发掘新的投资机会。那去支持谁呢？这就是中国很有特色的一件事儿，对吧？就是实际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2代，我们经常就看到，你像中国的很多2代，现在甚至于3代，20岁的时候，父亲就说，像王思聪就很代表的，对吧？就是给你5个亿，你输了也行，赢了也行，反正我给你就让你试试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很多年轻人是很敢闯的，实际上他们很多闯了一条路。那你们现在喜欢找国外的合作伙伴，或者你们在国内在中国做大部分的工作，或者你喜欢有更多的国外的合作机会？我们之前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这个国内写嘛，然后写完之后，我们的这个合作模式很直接啦，就是我们每周会写文章，然后每个月会发报告嘛，然后大家看到报告就会找我们来聊合作机会。那我们现在在短期内主要把这个通过回顾国外的这个历史，还有国外的这个投资经验，然后就重新在国内这个站住脚跟嘛，然后也把品牌形象做出来，因为毕竟我们去年年末刚刚出来，也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公司。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市场，不要出几步是吗？有这么多的机会。是的，我觉得就是目前的话，其实在中国国内就找到足够多的，我觉得就有足够多的这个需求和合作机会了。Alex，我发现哈，就在你您的领英账户里面啊，经常讲到很多关于这个创始人的个人品质的问题，就是他的一些个人的创业属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比方说，最近就是5月末的时候，沸沸扬扬的这个马斯克，就私人运载火箭把2位航空员送上太空，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很震撼的一件事情。我知道中国很多的这个我们就是科技迷什么的，大家都是隔夜在晚上不睡觉在看这个直播。你觉得中国会不会有这么样一个马斯克这样的人，就是他可以就是梦想到，就是我今天可以私人坐火箭可以把人送上太空去？觉得是会有的，就是但是他出生在一个可能会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土壤里，就这个很巧，我们这周还在写相关的文章，我们就讲说这个 Elon Musk 他这个 SpaceX 最早的投资人就是 SpaceX 比较早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叫 Founders Fund， 就是 Peter Thiel 他们，就是 Thiel 他们，就是原来的 PayPal 创始人的那一辈儿，对吧？对，我觉得
需要就这群人会长什么样子呢？我就不说会不会有了，我就直接会说这群人长什么样子。他们可能是就是可能是一群科技，就是我们如果说就是现在是我们讲消费者互联网或者整个互联网是一个就是大家知道我做一个什么赚钱的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市场了。那我觉得现在有些新兴的这个科技市场，比如说像太空探索啊，或者说像是这个生物科技啊，或者像这个气候变化方面的这个新能源的有些新领域的出现。然后新领域的出现，我觉得这种创始会长两个样子，一个样子可能是一个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可能做了20-30年的一个专家，然后他出来去做这么一个事情，然后他需要一种能够跳出原先就是在这个消费互联网里面卡住思维的这一群投资人，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投资人的支持。我觉得另外一种呢，就会是已经在科技行业就是成功过的这个创业者，然后他就是他也是能看到这个机会的，他是需要跨领域，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进行长期的坚持。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主要是这群人长什么样子，然后就一直在思考，就是这群人大概长什么样子。就是马斯克身上有什么东西，你觉得中国今天的创始人是没有的？还没有，还没有，对。好问题。我觉得他是马斯克就是他对于未来的想法是非常直接的，他对于未来的想法是非常直接的，就是如果我想要去做一个这个火箭，或者我想去做一个这个太阳能的话，我就直接过去做了。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创始人，他们更希望说，我要先做一个，就是如果眼前有一个，比如说，我先做个 IPO 试试。对，我会先做一个比较，我不能说短期吧，我会先做一个比较明显的机会，比较可见的机会。然后那个 Elon Musk 他更多的像是有一些就更少人探索的领域，他会非常的相信，然后放100%的时间。就中国的创始人可能会说，这个领域我也知道也很好，不会说像他那样去120%、150%那样去投入进去。对，是这样。他也不害怕哈，他真的觉得 sky 没有 limit。对，是的。现在那个COVID-19 那个新冠病毒疫情应该马上就结束了，但是你觉得对你们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有很多的好处，或者有很多的坏处？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不会用一个就是二元对立的一个 good or bad 的一个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明显都会有好坏。我觉得是这次新冠疫情它带来的其实是把接下来5年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我们老本行比较熟悉的教育行业，那很多人会说，那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说学习的新的可能性，那可能会出现下一代的就是线上的出版社，它可能有一个在这个哔哩哔哩这个视频网站上面做一个这个非常精美的内容，然后大家在上面有一点娱乐，有一点学习的成分在里面，是一个混合体。就很多人现在在 B 站、哔哩哔哩上面就做这种就是一半娱乐一半学习，但是的确是有一些真的就是认真讲的理论在里面的东西。之前我们可能看不到这种内容，因为大家是在学校里获取这种内容。那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再过10年，可能就是说学校本身不会变成知识的来源嘛。那在哪里获取知识？比如说还有一群就是哪里获取成为一个产品经理和成为一个 growth hacker，这样的一个知识，它不会在学校里教嘛。
那这个新的这个知识源头和这个内容出版会出现一些新的新的商业形式出现，然后这也是会有一批新的，大家也会注意到一批新的就是 young adults 这种18到30岁的这群人的学习需求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也是在尝试提升自身的技能和就是跟这个远程学习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 ，Alex， 因为最近哈，就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事情，全球的这个交通运输，尤其是航空运输，基本上就是终止的状态。所以现在呢，就是海外的这些大学啊，现在甚至于小学，我那天听他们说，那个哈罗公学，甚至于都在中国已经开这个在线的网课了。可是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那天那个Ferguson 就是讲就是写文明的那个。我觉得他讲的一个问题就非常的深刻。他讲哈，就是你现在大学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转型成功了，就是你成功的转到在线了，对你来讲也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建了那么多的校园，你左一栋楼右一栋楼，你到最后没有学生来，因为你在线成功了之后，我一个中国学生。我在家待着多好呀！我上网课，我就可以拿到斯坦福的 MBA。那我跑到斯坦福去干嘛？对不对？你成本又高，离家又远，你还要拿签证。那我在家学好了。我觉得大家都会选择在家学。那大学就名存实亡了。也就是说，他那天就讲，他说你成功转到在线了，就证明你的死亡。但是你不成功转到在线，你已经死亡了。你也死亡了。怎么样？就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未来10年，不知道大学会不会再持续存在？就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你延伸到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那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呀？你没有这种特别约束性的，我觉得这种框架，我觉得学校教给学生的实际上是一种思考的框架。这个不是说我每天读网文，我看视频我就能学到的，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学校是有它特殊的功能的。那你要将来你觉得学生在家里面看哔哩哔哩就可以大学毕业的话，我觉得那你对学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冲击啊。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经常就是会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点，就是也是有点像预言吧，有点像预言，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记得好像是 Union Square Ventures 他做的一个报告，就是他们是对现在的教育模式，他们是讲说是需要直接。他们会直接说选择说直接能够替代或者彻底取代现在的教育模式，他们不会选择投资说，只提升一点点，或者说在现有的东西现有的这个基础设施上进行这个翻修或者提升，他们特别不喜欢这方面，他们只喜欢就是彻底取代。对，他们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就是当然也有可能是有这个数据本身的 bias， 本身的偏见在里面。他们说就是世界上就是这个。世界上排名前100的这个大学嘛，就他们其实看了一眼，就是说你简单看一眼的话，就是100所大学里面只有7所是在过去50年内建立的，就是剩下的93所都至少有50年多的历史。就是上市公司我们知道就是平均寿命是10年，树木百年树人嘛。对，但我觉得就是我这么说吧，我觉得这个教育本身是这样，就是你学校满足的一个事情是你提供了好的学习环境，然后学生的学习就是学习本身就是学习环境，然后学习的动机，然后好的内容嘛，就是我们这次新冠疫情类似于说，比如说我取代我在家里去，就是你的学习动机在中国的话，就是中国毕竟在中国嘛，就是讲中国的事情，就是那大家学习动机有没有？我觉得是很强的学习动机。然后内容是只有学校能够提供的吗？可能这个疫情就告诉我们，可能是一起，这个不仅仅有学校能提供内容，然后就是学校提供的这个好的学习环境，那是否我们能在线上说这个我们可能可能一半一半，可能有线下的这种小的这种学习群体，可能在一个可能10几个人在线下。
可能一周，比如一周5节课，然后2节课是在线下的这样，然后剩下3节课大家都在线上，其实也是能够复制说这个环境的，就学习所需要的环境。那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对未来的也是一次豪赌，就有点像雷军和就是当年那个赌小米会不会赢一样，对吧？和董明珠。那未来10年，咱们说到2030年，你觉得学校这个传统的体系会被颠覆掉吗？我觉得学校的功能会被慢慢的剥离出来，就是学校也经过了一个吸收了过多功能的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的学校，就是最早的学校可能只是最早的大学，我们你觉得它会改变，但是它不会被彻底颠覆，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会变，它的形式会变。它彻底颠覆的话，我觉得我们很难定义一个什么叫颠覆。就我觉得，比如说，可能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 master，这个他可能留着这些这个需要学位的，比如 MBA 啊 master，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科研课程，这些会留下。然后里面有一些这个 summer school，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商业，就是比如说商学，就是可能是一个商科本科，或者说是一些教市场营销的这些专业可能会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新的更小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学习的群体或者学习的商业形式。就它本身它会逐渐的这个，我觉得不是 overnight， 不是马上就变的，就是大学消失了，它是会逐渐消解，变成不同小的学校。但是在中国应该这个趋势这个变化更快，因为我们在这儿在西方在欧洲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慢的。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情况的时候，我们慢慢习惯了用互联网的教育。但是每个孩子、每个学生非常开心，回学校或者回大学，然后我觉得在互联网学习或者用新的新媒体的工具在互联网这个是非常非常忙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还是非常快的。像亚马逊的市值现在是1.2万亿，淘宝就是阿里巴巴的市值是6000亿多一点啊，就是亚马逊是阿里巴巴市值的2倍，就是你觉得差在哪儿？为什么亚马逊的市值就等于2个阿里巴巴？我觉得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对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了解都没有那么的多。然后我对他们背后的这个投资市场的就是他们背后的投资逻辑以及二级市场估值的逻辑也没有那么理解，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那个马斯克，他不喜欢这样的垄断，你同意吗？市场垄断，这么大的集团，这么大的公司，然后你觉得这样的垄断是好不好？我觉得现在是有很多的这个 acquire hire， 就是很多本来能够就是说有非常颠覆性的产品，但是直接被这个公司给并购掉了，或者更多本来，我觉得对于市场的垄断没有好坏，但我觉得对人才的垄断和对于商业主义、对于商业计划的垄断是坏的。比如说原先我们有10个特别聪明的这个年轻人，可能原先没有 Amazon 或者 Amazon 还很小的时候，可能有5个人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剩下的5个人会去一些大的公司。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出现其实是垄断了思考的能力，对吧？可能现在就是有7个或者8个人会去 Amazon， 会去 Google， 我的朋友他们也会去那里工作，然后可能剩下2个人会出来尝试一些东西，然后再被并购掉。我觉得对市场的垄断是无分好坏的，只要你在公平的，你没有在这个 play dirty，
能够在玩的，反正我觉得是对他们对人才的这种垄断和对于这个好的商业模式的这个提前收割，我觉得是有坏处的。哎，讲到这人才的垄断啊，我觉得最近这个字节跳动它动作蛮大的。最近不是这个迪士尼的对吧？它的在线的那个 CEO 给挖过来了，做这个抖音的总裁，然后字节跳动的集团的 COO。你觉得这种挖人才就是迪士尼的成功到底在哪儿？字节跳动到底看上了就是我们说这个迪士尼这部分的什么基因呢？我觉得迪士尼它是做的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说，他自己的内容创作能力很强，没错，但是他跟好的就是正在迅速发展的内容创作方的合作形式，甚至是并购的形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这也是他们，就是他们像原先他对 Pixar 的并购，然后他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好的内容制造商或者是这个画面的这个技术的这些并购商的这个是 Pixar 就是一个例子，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觉得字节跳动看重的是，因为现在中国如果想做一个有内容或者社交导向的公司，走到海外去，就不得不避免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或者需要一个或者说并购一家这个内容制作方面的公司，或者说像那个 Joe Rogan 一样，就是 Spotify 跟他谈一个亿的这个podcast deal。那如果是一个中国公司，然后又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 tech giant， 说我要跟 Joe Rogan 签一个这个 Spotify 的一个 exclusive 的podcast deal， 那我觉得很难成功的。那其实这个 Kevin Mayer 他自己是在这个 Disney 里面是一个就是最强的 maker，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是我们中国公司并购海外公司之前，我们先把人给并购了，是吧？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就是大家大家逐渐走到这个走出中国之后，他开始明白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游戏规则需要遵守，或者这么做大家会舒服一点，那么合作大家会不舒服。然后你真正你就别人不舒服的事情你就不要做嘛，你去他们舒服的事情做。包括你是也有人说这个 TikTok 要全部变成一个北美的公司，里面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 corporate structure 这个全部都挪到中国以外去。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是中国内部出来的创业者的商业形式的一个新的飞跃，就是你能够跨越深的文化，然后去在整个的这个在全球的这个内容和文化行业里面去自由的行动。这个其实需要很多勇气，需要很多投资，也需要很多这个对于未来的思考。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种属于马斯克的那种人格品质。进去美国的市场现在越来越难，因为有很多的新的 IPO 上市的规律。你觉得有更多的问题现在，因为有那个美国中国的贸易战。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公司还是可以在这个还是可以得到这个全球投资者的认可的。我觉得你如果不在美国上市，你可以在伦敦上市，你也可以在德国上市，也可以在香港上市。我觉得不仅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是说我在美国我就只能 tap into 美国的资本市场，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好的公司，在中国好的公司在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认可的时候，其实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你是否在做一个就是像真正有全球背景的公司，然后你的这个商业价值和自己的文化就是企业价值观是否是一个更加能被大家所认可，能够得到更多投资。你其实是一种支持的形式，它是否认可你的商业价值和你在所追求的文化的这个文化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 worst case， 我觉得最难就是最坏的情况就是所有的中国企业没有办法在美国的这个 Nasdaq 或者 NYC 上市的话，
其实还会有越来越，就是你只要是一个好的公司，是一个能够被全球投资者认可的公司，其实大家总会有更多的方式去。大家都是在讲伦敦欢迎中国企业去上市。谢谢 Alex。谢谢 Alex。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很开心。